在那儿，快追！老大，整整半年了，你终于愿意接我电话了。你丫要是再在我开车接客时间打电话给我，信不信我把你扔太平洋喂鲨鱼？什么接客？老大，你可是赫赫有名的天神殿殿主，你居然跑去当鸭子了！你再多说一句，我现在就去金三角宰了你！别，老大，我不说了还不行？老大，你说你好好的天神殿殿主你不当，跑到国内不是开出租就是去工地打工，体验生活也不是你这样体验的。废话少说，我母亲的事情有线索了吗？经过我们这些年在国外的调查，你母亲的死极大可能跟血盟的人有关系。血盟，继续帮我查下去。师傅，只要你能帮我甩开他们，多少钱我都给你。坐稳了，别让他跑了，给我追！师傅，麻烦你再开快一点。美女，城内限速，只能开这么快。我给你扫1万块钱。二维码烧款到账1万元。坐稳了。那些人甩远了，你可以下车了。热，好热。美女，你是不是喝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沈总，我们到了。宝贝，跟妈妈下车。妈妈，爸爸真的在这里吗？这次不会又让这个狗男人跑了吧？沈总，你放心，经过前几次的经验，我们已经总结出了一套方法，这次他绝对跑不了。这次他又是做什么的？他这次是个猪肉贩子。猪肉贩子？你以为你躲在这里，我就找不到你吗？没有用的。像你这样拉风的男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就好像漆黑的萤火虫一样，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出众。你那妖艳的眼神，唏嘘的胡渣，神乎其技的刀法，还有那杯烧仙茶，都深深的迷住了我。虽然你是这样子的出身，但是行有行规，不管怎么样，你要付清这个摊位的月租啊。租摊子不用给钱吗？我以为凭我们的交情可以讲一点感情，没想到到头来还是一笔交易。讲感情也要付钱的。了解，最近流行吃素，没有什么生意。这样吧，这块五花肉就当是今天的摊位费。今天再不交房租，你这猪肉别想卖了。爹地，欣欣终于找到你了。爹地，你不是说你单身吗？小朋友，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爹爹。欣欣没有认错人，妈妈说你就是爹地。小朋友，骗人是不对的哦。欣欣没有认错人，你就是他的爹地。
你是傲视集团的总裁沈傲雪。什么？傲视集团可是市值上百亿的大企业，他怎么来这里了？是你？你这个吃干抹净、提起裤子不认人的混蛋！老娘找了你4年，终于让我找到你了。爹地，别人都说我是没爹地的孩子，你不要星星了吗？他真是我的孩子。这是亲子鉴定书。这真是你的孩子啊？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找你？我找得到你吗？这几年你不是在开出租车，就是在工地打工，这次竟还做起生意卖猪肉了，你让我上哪儿去找你？原来这几年一直在调查我的是他，我还以为是国外那些王八蛋。我确实也没想到，就那一次你还想要几次？这女人好凶。你要还是个男人，就跟我结婚去。什么？你什么意思？我嫁给你，你倒还委屈上了。爹地，星星不想没有爹地。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还没准备好。那就跟我扯证去。星星有爹地了，星星有爹地了。爹地也有乖女儿了。爹地长得好帅，星星最喜欢爹地了。现在星星有了爸爸在身边，我就能腾开手应对公司的危机了。我现在有急事要处理，回头我联系你。但我警告你，这次你要是还想跑，下半辈子你都别想做男人了。好。爹地，你能把你的电话号码存上去吗？以后我要是想爹地了，我就能随时跟爹地打电话啦。当然可以啊。爹地再见。参见业主。老大，行踪暴露了。你们帮我调查一个人，他叫沈傲雪。沈傲雪，老大，这个女人跟你什么关系？我要你们调查她的女儿跟我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什么？老大，你都有女儿了？可不对啊，你们老林家9代单传，子嗣不易，哪有这么容易怀小的？对啊，老大，你不会被人给骗了吧？所以我这不是让你调查吗？再给我啰嗦一句试试。不说了，我不说了。如果你真是我的女儿，我会给予你这世间万般宠爱。沈总，您父母他们脸色都很难看，恐怕……你们怎么来了？你们要干什么？沈傲雪，自从你跟外面的野男人生下这个扫把星之后，我们家连年不利，再这样下去，我沈家都得破产。放开我妈咪！爸，公司经营不善，你怎么能怪欣欣？她只是一个孩子啊！姐，你还敢狡辩？自从你生了那个野种，毁了跟蒋家的联姻后，蒋家对我们沈家的打压就没停止过。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扫把星，我们家至于沦落到如今这个地步吗？沈丹丹，你的嘴巴放干净一点！我的女儿她有父有母，她不是野种。爸妈，你看到没有？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实话，她就凶我。沈傲雪，你怎么跟你妹妹说话？你自己私生活不检点，未婚先孕，生了这么一个野种，坏了家族好事，还不是扫把星是什么？大师，这就是我女儿生的那个扫把星，我沈家能不能逢凶化吉，由衰转盛，就看你的了。果然没错，此女娃确实是扫把星转世，有她在，这辈子都别想翻身。这碗圣水乃从天师观求来的，沈大小姐服下之后，将此八卦绑在扫把星身上，禁足7期49天，便可消灾祈福。爸，她可是你亲外孙女啊，你不能这么对她。这个野种连亲爹是谁都不知道，她不配当我的外孙女。
星星不是野种，星星有爸爸。星星不哭，星星不是野种，星星是妈妈最疼爱的女儿。还爸爸？你要有爸爸，这么多年怎么不见他出来找你啊？沈耀雪，你生下这么一个野种，你知道外面人是怎么说你的吗？他们说你水性杨花，在外面乱搞男人，生了这么一个野种，连这野种的父亲是谁的都不知道。姐，你自己不检点就算了，干嘛还要连累家里人啊？沈丹丹，我警告你，你说我可以，别说我女儿。爸妈，你看他呀！赶紧给你妹妹道歉，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她不是我妹妹，不过就是一个小三生的贱种罢了。老爷，你瞧见了没有？你这个女儿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这个家要是再由他们胡闹下去，都得散了不成？沈傲雪，你冲撞长辈，我不跟你计较，但你必须要把这碗圣水亲自喝下去。我不喝，他就是一个江湖骗子。孽女，胆敢污蔑大师，看我不打死你这个不孝女！外公，求求你了，不要打妈咪！求求你不要打妈妈！星星知道错了。沈家主，沈大小姐已经被邪祟附体，我们必须采用强制一点的手段。要是耽搁下去，沈家必将家破人亡。大师，您说的对，不能再心慈手软了。无量天尊，爸，让我来。你想干什么？滚开！干什么？当然是给你驱邪呀！妈咪，放开我，妈咪！还敢推我，找死！星星，星星！把八卦镜绑这个野种身上，关够7期49天为止。你们要干什么？我女儿哮喘犯了，这样下去她会没命的。死了更好。老大，亲子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沈欣欣确实是您的亲生女儿。老大，你当爸爸了？她真是我的女儿，千真万确。不过这些年，他们母女俩过得很不好。过得不好？据我调查，沈傲雪是江北4大家族之一沈家的嫡女，跟蒋家有婚约。4年前，沈傲雪未婚生育，生了一个女儿，因此得罪了联姻对象蒋家。在蒋家的打压之下，沈家濒临破产。而他的女儿沈欣欣，从降生那天起就被沈家视作扫把星，受尽侮辱跟冷眼。这些年，他们母女在沈家过得举步维艰。我知道了。一个人把孩子养大，你肯定也很不容易吧？以后有我在，不会再有人敢欺负我们的孩子了。救救我！欣欣，发生什么事情了？欣欣，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查出这个电话 IP 的地址。爸，求求你把欣欣放出来，她现在真的很危险。沈耀雪，刚才你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怎么又跪下来求我们了？求我？你现在求我还有用？当年你要是听我的，把这个贱种给我打掉，后面还至于发生这么多事情吗？爸，我错了，我给你道歉，求求你把欣欣还给我。我先问你，在我沈家，你忤逆长辈，该当何罪？杖刑10棍。好，你知道就好。给我挺直了。
请父亲责罚。给我住手！把我女儿还给我！到现在还惦记着那个贱种，爸，我看他根本就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丹丹说的没错，他这么惦记着这个野种，肯定不会甘心配合大师替我们家消灾。你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们到底还要怎么样？我告诉你们，我女儿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们同归于尽！还敢威胁我？行，你不是要我放了这个野种吗？只要把这个贱种给我扔了，我就放了他。你做梦！欣欣，你能听到妈咪说话吗？妈咪来救你了！听到妈咪说话吗？妈咪来救你了！妈咪，爹地，救救我！把钥匙给我！我让你把钥匙给我！爸，沈傲雪疯了，你快救我！给我住手！林霄，你是谁？老婆，女儿呢？女儿哮喘病发作了，现在被他们关起来了。什么？你们女儿？你就是沈傲雪在外面勾搭的那个野男人？爸，现在姐连野男人都明目张胆的带到家里来了，我看他分明就没把您放在眼里。沈傲雪，告诉我他是谁？他是孩子的父亲。好，好，好，连野男人都带回来了，要我不打死你，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你给我放开！女儿被关在哪里？钥匙在沈丹丹手里。把钥匙交出来！钥匙我死都不会给你的。妈咪，爹地，救救我！欣欣，你一定要坚持住，爸爸妈妈很快就把你救出来了。现在钥匙没了，谁都救不了这个小灾星。你以为你是超人，还能徒手破门？怎么会？什么？欣欣，欣欣，爹地，妈咪，把孩子给我。你想干什么？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动了我们，我让你……你打我女儿，我跟你拼了！老爷，这个贱人带个野男人来我们家闹事，你可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沈傲雪，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说过，欣欣不是野种，不是灾星，她有父有母，她是我的女儿。好，好，好，翅膀硬了是吧？沈傲雪，我警告你，得罪我，你不会有好果子吃。我也警告你，你以后要是再敢动我老婆孩子一根毫毛，我宰了你这个老畜生！我们走。很抱歉，我来晚了，你们没事吧？我们没事。对了，你怎么来了？是我打电话让爹地来的。我之前存了欣欣的电话，听到你们遇到危险，我立马就赶来了。爹地万岁！爹地刚才可帅了，对吧，妈咪？这男人没我想象中那么差，而且欣欣好像也很喜欢他。爹地爸爸。
你的力气怎么这么大？干工地练出来的，这些年辛苦你了。你还好意思说？这些年，如果不是你提裤子不认人，我能这么辛苦？这女人怎么说发脾气就发脾气的？老婆，你放心，既然我们都已经结婚了，但我就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们母女。我保证，今天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我对你没其他的指望，好好照顾女儿。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你也帮不了。你怎么就这么笃定我帮不了你？你一个卖猪肉的，拿什么帮我？卖猪肉怎么了？卖猪肉就让人瞧不起了？就是妈咪，你怎么能这么说爹地呢？在我心目中，爹地又帅又厉害，他一定能保护好我们的。欣欣，你怎么能胳膊肘子往外拐呢？妈妈养你这么大，你不帮我，你反而帮这个混蛋。我最喜欢爹地了。你受伤了，我们先回家吧。我没事，我自己上楼处理，你在楼下陪女儿就行。爹地，现在有你保护我跟妈咪，以后还会有人欺负我们吗？有爹地在，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了。爹地太棒了，那爹地你一定很厉害喽。那当然了，爹地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那爹地你有多厉害啊？有超人厉害吗？爹地比超人还要厉害。我来帮你吧。你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那个，你别误会，我是来帮你的。不用，你给我出去！我警告你，你要是敢乱看，我挖了你的眼睛！你全身上下我哪里没看过？你无耻！好了，我不跟你开玩笑了。你背部的伤势你自己处理不方便，你趴着，我帮你上药。我不用。趴着。你要是敢乱来，我阉了你！你放心，我是正人君子，不该看的我绝对不看。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女人身材这么好？你愣着干什么？还不上药？这些年辛苦你了。你少跟我说这些，赶紧给我上药。你轻点。好，我轻点。药已经上好了。你还看？你流氓！快把扣子解开！你压着我怎么解？这是什么？怎么这么硬？大姐，你碰错地方了。你流氓！爹地，妈咪，你们在干什么？欣欣，妈咪是在……哎呀，羞羞脸！那个，没其他什么事情的话，我先走了。我有事情要跟你交代。什么事情？我跟你结婚是为了欣欣，欣欣从小就没有父爱，这次找你回来是希望你能尽好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欣欣是我的女儿，这话你不用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行，你知道就好，没事你就先出去吧。你怎么还不走？其实我也要换衣服，要一起吗？给我滚！爹地，你说你比超人都厉害，你是不是会武功啊？爹地当然会啊。爹地教我，爹地教我。好了，那我就教我的乖女儿小李飞刀。喂，好呀！
谁让你在女儿面前玩飞刀的？妈咪，不要凶爹地了，是我让爹地教我武功的。就他还会武功？我警告你，你要是再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我饶不了你。欣欣，妈咪带你睡觉去。爹地晚安哦。尹莎，你要是再这么晚打电话给我，打扰我宝贝女儿睡觉的话，我剥了你的皮！老大，你变了。以前你不是说你最讨厌小孩的吗？现在怎么一口一个宝贝女儿，一口一个宝贝女儿？你放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讨厌小孩？我没说过这句话。废话少说，说重点。打电话找我什么事情？刚刚收到消息，你那个首富老爹跟你妹妹要来江城找你了，明天他们就到了，而且他们好像还知道你有孩子这件事情了。谁告诉他的？老大，你在说什么？这里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哈。林先生，能赏脸吃个饭吗？林先生，您最近有什么规划？爸，你消息没错吧？哥真有女儿了，我真当姑姑了。消息千真万确。可是爸，你跟哥都闹别扭这么多年了，这次我们来江城认亲，他会答应见我们吗？那小兔崽子跟我斗了这么多年，他是不会主动来见我的。你通知下去，我林震天要在江城为我孙女举办一场慈善晚宴，邀请江城各界人士参加。我就不相信那小兔崽子能忍心不让我看到我亲孙女。爸，你这手段高。真没想到有朝一日，林霄这个没用的小兔崽子居然给我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孙女。哈哈哈哈哈！来，宝贝女儿，爹地做的早餐，快尝尝。哇，爹地做的面条好好吃。跟我做的面条比，谁的好吃一点？爸爸做的好吃一点。味道怎么样？也就一般般吧。就在今日，我国首富林震天林首富莅临江城，将会在今天为他孙女举办一场慈善晚宴，同时邀请了江城各界名流参加。爹地，这个爷爷跟爹地你长得好像，他该不会是爷爷吧？欣欣，你看错了，这位爷爷叫林震天，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你爹地是普通人，跟人家八竿子都打不着一点。你要是真有这么厉害一个爷爷，谁还敢欺负我们娘俩？可是他跟爹地真的好像哎。欣欣，这老头跟我哪儿像了？明明我比他帅多了。就你一个卖猪肉的，还想跟人家首富比？待会儿我要去参加林首富的认亲宴，你就在家带欣欣，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这老头到底在搞什么鬼？老大，不好了，你老爹刚才打电话过来警告我们了。他说什么了？他说，要是在慈善晚会上见不到他乖孙女，就全面打压我们在国内布局的所有势力。他还说，他这个大夏首富身份虽然没你天王殿殿主的身份高，但要是斗起来，也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乖女儿，爹地带你去见爷爷好不好？好呀，好呀。
在这里吗？那老头应该就在这里了。爹地！你到底干什么呀？你眼睛瞎了吗？怎么开车的？你个臭屌丝，你不长眼啊！把老娘刚提的路虎都弄坏了。你这什么态度？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撞到人了？那又怎么样？臭屌丝，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就是撞死你们，我也赔得起。你能不能讲点道理？我跟你讲个屁的道理！知道我的路虎多少钱吗？啊！你现在弄脏了我的车，你马上给我舔干净！你别碰我爸爸！给我滚开！你找死！怎么着？你还想打我不成？刘小姐，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你瞎呀！这个穷屌丝蹭了我的车，现在还想动手打人！你们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信不信你们都别想干！小子，刘小姐也敢惹，你活腻了！爹地，我怕。给我住手！是傲雪集团的沈总。沈总，您怎么来了？我是跟您合作的小刘啊！这里闯进来的臭屌丝，我正教训他呢。欣欣怎么了？妈咪，这个坏女人欺负我跟爹地。妈咪！什么？这个女人动手打了欣欣？沈总，你听我解释，我不知道他们跟您的关系。沈总，我再说一遍，给我道歉！对不起，都是我的错。给我滚！你来这里干什么？我不是让你在家照顾欣欣吗？爹地带我来找爷爷。爷爷，欣欣的爷爷在这里。老婆，我家老头子让我带欣欣来找他，所以我就……你说什么？你说欣欣爷爷在帝豪酒店？你知不知道今天帝豪酒店被人给包场了？我知道啊。那你知不知道今天包场帝豪酒店的人是大夏首富林震天？难道你想说欣欣的爷爷就是首富林震天？其实……行了，这些话你骗骗欣欣就算了，还想要骗我？你爸要是首富，你还至于去菜市场卖猪肉？林霄，我待会儿要去参加林首富的宴会，这场宴会对我公司来讲至关重要。我没时间陪你胡闹，你带着欣欣赶紧回家，其他事儿等我回家再说。凶巴巴的，全国首富怎么了？我还是全球首富呢。微微，这林震天到底什么来头？为什么我们江城这么多的大人物都来参加了，甚至连你们蒋家这种江城第一世家都甘愿为林震天当这次慈善晚宴的主办方？倩倩，这林震天可是我们大夏的首富，并且我还听说林震天还打算给我们江城投资100个亿。之所以这么多企业家来参加，都是奔着那100个亿来的，怪不得能吸引这么多大人物来参加晚会。微微，待会儿见到了这位大佬，你可得帮我们胡家美言几句。你放心，我们蒋家作为主办方，在林首富面前自然能够说上几句话，说不定林首富一开心也给你们胡家投一点，那就太感谢你了。微微，那不是你哥那个未婚妻沈傲雪吗？沈傲雪怎么也来了？还真是沈傲雪。这沈傲雪自从未婚生子得罪我们蒋家后，公司都快要破产了。那沈傲雪该不是也是奔着林首富这100个亿投资来的吧？这贱人勾搭野男人，害我蒋家损了名声。走，我们会这沈傲雪去。哟，这不是沈总吗？你怎么也来了？蒋总，
胡总，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了。沈傲雪，我说你一家都要破产的企业，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价还不配出现在这里。微微，这还看不出来吗？这沈总死皮赖脸来参加晚会，也是奔着投资来的。难道你们就不是奔着林首富投资来的？沈傲雪，100亿投资我蒋家势在必得，你一个烂货也配跟我们争？妈咪，欣欣，你们怎么进来了？是爹地带我进来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让你把欣欣带回家，你怎么把她带来这里了？赶紧把欣欣带走，这不是你胡闹的地方。哟，这就是你跟野男人在外面生的野种吧？听说这丫头自打出生起，你们沈家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这可是林首富招商宴，你居然敢把这个扫把星给带来！你再说我女儿一句试试！这是你女儿？沈总，你别告诉我你在外面瞎搞的那个野男人就是这个卖猪肉的吧？大家快来看呀，我们江城著名的美女企业家跟一个猪肉贩子生野种啦！天哪，那可是沈傲雪啊，真是个卖猪肉的！你看她穿的那个样。这不是傲雪集团的沈傲雪吗？听说她4年前未婚生育，生了一个扫把星女儿呢，克的傲氏集团都快要破产了。沈傲雪，你是真不挑食啊！这种人你都下得去手。微微，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沈总呢？沈总好歹也是我们江城第一美人，睡男人的功夫自然是了得的。你这个坏女人，不许你说我妈咪！欣欣，你这扫把星还敢推我！我的宝贝女儿，是你能动的？爸，慈善晚宴都布置好了，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夕颜，你哥那小兔崽子来了吗？我收到消息，哥应该是来了。那我宝贝孙女呢？应该也来了吧？快带我去！爸，你先别着急，哥因为当年的事情对你有意见，你也知道。如果你就这么下去，指不定你们2个人就吵起来了。现场那么多人，让别人看了笑话不好。那你的意思是？我先下去跟哥打个招呼，把他女儿带上来，提前让你们见一面。也行，反正我是来看我孙女的，那小兔崽子见不见的无所谓。爸，你就等着抱孙女吧。凌霄，你到底走不走？欣欣不哭，这些坏人还欺负不了我们。傲雪，如果你相信我，我会帮你解决掉一切。把他带走！我再说一遍，你们没资格赶我走。凌霄，你……我要是想走，谁也留不住；我要是不想走，天王老子来也没用。在我女儿没见到她爷爷之前，我们哪儿都不去。凌霄，你别胡闹了，我求你了，你把欣欣带走吧。微微，瞧他的语气，不知道的还以为林首富就是这小扫把星的爷爷呢。沈傲雪，你找的这野男人还真是极品，连林首富的亲都敢攀，我看你是真不怕死啊！凌霄，你能不能不要再胡说八道了？你再这样下去，谁都保不了你。刘经理，别再浪费时间了，还不动手？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现在就弄死你！都给我住手！林总，您怎么来了？这个女人是谁？刘经理对她这么客气干什么？你小声点儿，她叫林希音，是林首富的女儿，也是林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个人在宴会上闹事，我正准备教训他。闹事？林总，沈耀雪带了一个野男人过来聚众闹事，他还动手打了我，这个事情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林总，我的丈夫并不是无端生事，
如果冒犯了你，我愿意跟你道歉。漂亮姐姐，我爹地没有做错，是那个坏女人欺负妈咪。我爹地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妈咪。这就是哥哥的女儿吗？好乖呀！林总，你别被这个小野种给骗了，这个小野种就是一个扫把星，谁沾上谁倒霉。江城谁不知道沈傲雪跟外面的野男人生了一个小野种？林总，这沈傲雪把这么一个扫把星带到晚会上来，我看他就是居心不良。我建议你把他们一家人都赶出去。你说谁是扫把星？就是这个小野种啊！林总，你打我干什么？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你居然骂她是扫把星？小姑娘，你也太可爱了吧，像个洋娃娃一样。我能抱抱你吗？这是我女儿，你想要你自己生一个去。爸在楼上，他想见见欣欣。你叫欣欣是吧？姐姐能不能抱抱你？什么姐姐？你都多大了？欣欣才多大？欣欣要叫姑姑。林霄，你怎么跟林小姐说话的？对，你应该叫我姑姑。小欣欣，你太可爱了，快让姑姑抱抱，姑姑带你去玩。那你可以不要让那些坏人欺负我弟跟妈咪吗？你爹地可是天神殿殿主啊，欺负他的人都入土了，谁还敢欺负他啊？好，姑姑答应你。蒋小姐，看在你蒋家是这次晚会主办方的份上，刚才的事情我不跟你计较。但你要是再招惹沈小姐跟她的丈夫，就别怪我对你们蒋家不客气了。我知道了，林小姐。现在他们不敢再欺负你们了，可以给姑姑抱了吗？小欣欣，姑姑带你去见爷爷好不好？好呀。老婆，你放心，欣欣去见他爷爷了，不会有事的。沈傲雪，你这个贱人，刚才的事情我跟你没完。你要是再满嘴喷粪，我割了你舌头！不知死活的东西，蒋家的人也是你能威胁的？姑姑，你要带我去哪里啊？我带你去见你爷爷啊。真的吗？姑姑，你认识我爷爷吗？当然啊，我可是你亲姑姑。我宝贝孙女怎么还没到？希音这丫头怎么办事这么磨叽？像，太像了啊！爸，什么像？太像林霄那个小兔崽子了，一看就是我林家的血脉。老爷爷，你就是爹地的爹地吗？宝贝孙女，我就是你爷爷呀！你真是爷爷呀！我就是你爷爷，宝贝孙女，能让爷爷抱抱吗？乖孙女儿，我的乖孙女儿。对了，乖孙女，爷爷有礼物送给你。这是林家的传家宝，爷爷现在把它送给你，喜欢吗？爷爷送的我都喜欢。我孙女真乖。哥，这个贱人几番羞辱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谁干的？就是他。这蒋金福可是蒋家的继承人，据说蒋家跟沈家曾有过婚约，但因为沈傲雪未婚生育，蒋家震怒，这几年一直都在打压沈家，新仇旧怨加在一起，这沈傲雪这次麻烦不小啊！哥，这个姓林的，就是跟沈傲雪生出野种的那个野男人。什么玩意儿？沈傲雪那个野种，是你跟他生的？蒋先生，我劝你嘴下留德，我丈夫确实动手打了你妹妹，但那是因为你妹妹挑衅在先。丈夫？你跟他结婚了？没错，林霄就是我的丈夫。你好大的胆子！你跟我有婚约，谁允许你跟其他男人结婚的？蒋先生，请你自重。自重？沈傲雪，你未婚先育，生下野种，我可以原谅你，甚至对你沈家，我也只是打压，并没有痛下死手，便是希望你能回心转意。但你千不该万不该跟其他野男人结婚，你这是在挑战我的底线。蒋金富，请你尊重我的丈夫。一个废物，没资格让我尊重他。沈傲雪，我问你，我蒋金福究竟是哪一点配不上你？宁愿嫁给这么一个废物，也不愿意嫁给我。小子，我不管你是谁，你跟我老婆以前有过什么关系，但有一句话我要警告你，你以后要是再敢骚扰我老婆，我废了你！林霄，你少说两句。蒋家在江城，我管他在江城是龙还是虎，欺负我老婆，那么他是龙给我盘着，
是虎也得给我跪着！沈傲雪这老公什么来头？胆子这么大，真以为蒋家不会对他下手？这小子死定了！蒋公子在江城权势滔天，之前蒋金福对沈家只是打压，没有下死手，就是希望沈傲雪能够回心转意。现在这么一闹，蒋家估计是要下死手了。哥，这么一个贱女人，还值得你去为她这么做吗？她分明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威胁我？你个废物！如果换了几年前，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哥，你没事吧？你没事？我要杀了你！我蒋金福不杀你，誓不为人！来人，给我来人！蒋少吩咐，杀了他！给我杀了他！蒋金福，你到底要怎样才愿意放过我们？沈傲雪，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现在又怎么求我哥了？蒋金福，你要干什么冲我来？你别为难凌霄。哼，我要干什么？我要你心甘情愿地做我女人，我还要这个狗东西跪在我面前，像个奴隶一样的跪舔我的鞋跟，我就放了他。你别太过分了。那他就得给我死，给我动手！你们不要欺负我爹地妈咪！欣欣，你怎么来了？妈咪，爹地，我刚才见到爷爷了，他对我可好了，还送礼物给我呢。这小丫头片子，就是沈傲雪跟那个凌霄生出来的野种。沈傲雪，你们一家人还真是整整齐齐啊，挺好，这样挺好啊，刚好一起收拾了。把这个野种也给我抓起来，我要一起处置了。你们不要欺负我，我爷爷姑姑要是知道了，不会放过你们的。小东西，别说你爷爷来了，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会放过你。爷爷，外面有好多坏人欺负我跟爹地妈咪，你快来救我们呀！什么？乖孙女，你等着我，爷爷现在就去找你。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欺负我林震天的乖孙女，我饶不了他！完了，这小子死定了，得罪了蒋少，他10条命都不够死的。蒋金福，你要干什么？这是林首富的地盘，你敢动手，就不怕得罪林首富吗？沈傲雪，你少拿林首富来压我。这帝豪酒店是我蒋家的地盘，我想杀谁就杀谁。傲雪，不用跟他废话，我倒要看看他凭什么杀我。你能不能不要再说大话？就算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得为欣欣着想啊。蒋金福，你到底要怎样才愿意放过我丈夫？乖孙女，你还想要什么？只要是你想要的，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摘下来。爷爷，你对欣欣真好，除了妈咪跟爹地，你就是对我最好的人呐。其他人都对欣欣不好吗？外公外婆他们都说欣欣是扫把星，生下来只会给别人带来灾难。王八蛋，敢说我林震天的孙女是扫把星，他们简直该死！欣欣，你放心，以后谁要是欺负你了，你就跟爷爷讲，爷爷帮你出头。谢谢爷爷。对了，爷爷，爹地妈咪这么久没看到我，他们该担心了。我先去找爹地妈咪了。爷爷再见。我要知道关于欣欣的一切信息。这些年，宝贝孙女肯定吃了不少苦。小东西，你还知道打电话摇人？你爷爷要来了，我好怕呀！林霄，你跟欣欣到底胡说了一些什么？我什么都没说。不行，再这样子下去，欣欣都得被带坏了。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了？看看你穿的这一身，像什么样子？小东西，告诉我，你爷爷叫什么？说不定他待会儿见到我，还得跪下来求我磕头呢。他就是我的爷爷。这也是你给欣欣说的？真不是我。林霄，我现在不想看见你。我还在这干什么？就是，难不成你待会儿打算给大夏首富推销猪肉？那我换身衣服就回来。赶紧滚吧！小东西，你可真可爱啊！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大夏首富，是我见了都得下跪磕头的人。你既然说他是你的爷爷，我没有说谎，他就是我的爷爷。这个吊坠就是我爷爷送给我的，这是
你让你爷爷来找我呀！哈哈哈！你大胆！林总，这就是林首富吗？好强的气场！林总，我叫蒋金福，蒋家的人。乖孙女，告诉爷爷发生什么事情了？孙女，难道这个扫把星真是林总的孙女儿？这怎么可能？欣欣真是林首富的孙女。那些坏人欺负爹地跟妈咪，他还把你送给我的礼物给摔碎了。乖孙女，你别哭，你一掉眼泪，爷爷心疼。你放心，爷爷一定帮你好好教训这些坏东西。就是你欺负我宝贝孙女的。林先生，他怎么可能会是你孙女？她不是我孙女，难道你是？林先生，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还敢有下一次？这老东西的脾气还是这么大，欺负我宝贝孙女，给我往死里打！不要！不要！不要！乖孙女，爷爷已经把坏人给教训了。谢谢爷爷。妈咪，他就是爷爷，对欣欣可好了。林先生，谢谢你帮了我们。都是一家人，谈什么帮不帮的？我林震天的家人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够欺负的。这怎么回事？这沈傲雪，难不成真是林震天的儿媳妇？天啊，那这蒋金福可算是踢到铁板了。家人，林先生，你跟我丈夫林霄真是父子。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不认识。爸跟哥也真是的，都这么多年了，还这么幼稚。林先生，你不是说这小丫头片子是您孙女吗？怎么又不认识了？小丫头片子也是你能叫的？来人，把这些欺负我宝贝孙女的王八蛋们都给我赶出去！林总，我错了，求你高抬贵手，我愿意给你孙女道歉，我现在就给她道歉。道歉？你也配？都给我丢出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丫头真是林首富亲孙女不？林总，刚才的事情太感谢你了，我替我女儿谢谢你。林霄，林先生帮了我们，快来谢谢人家。没有他，我也能解决这些麻烦，谁稀罕他帮？林霄，你怎么跟林总说话的？这个逆子！你消消气，今天是你宝贝孙女相见大喜的日子，咱不跟哥一般见识，而且哥的身份特殊，不能暴露。今天要不就先这样。哼，哥，爸这牛脾气你也知道。老婆，时间也不早了，欣欣得回家睡觉，我们先回去吧。好，林先生，我丈夫就这性格，还请您多多包涵，不要跟他一般见识。那你们赶紧带欣欣早点回去，我让希音送你们。沈小姐，我送你们吧。爷爷再见。宝贝孙女，想爷爷了，一定要记得给爷爷打电话。哥，那个小丫头片子是林首富的孙女，现在我们得罪了林首富，以后可该怎么办啊？小丫头片子一定不可能是林首富的孙女，这世上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林首富跟林霄那个野男人根本就不认识，沈欣欣怎么可能会是他孙女？那有没有可能是林首富喜欢小孩子，所以才……沈傲雪，以前我对你还留有余情，既然你不识好歹，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林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老婆，我没有事情瞒着你啊。你跟林首富到底什么关系？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林首富为什么帮我们？我也不知道啊，估计他是看欣欣比较可爱，想到他自己的孙女了吧？是这样。老婆真是这样，我真不认识那老头。看样子是我想多了，你爸要是首富，那你也不至于混得这么差。老婆，有你这么埋汰人的吗？老婆，女儿睡着了，有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回家聊吧。林霄，林霄，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说那些伤人的话，我给你道歉。老婆，我们是一家人，不用道歉。老婆，你这是……你给我过来一趟。去哪里？房间。房间？难道……老婆，要不我先去洗个澡。
老婆，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快了？我都没做好心理准备。那你还想要做好什么心理准备？也是啊，我也不需要什么心理准备。行吧，老婆，那你快点吧。好，这可是你说的。凌霄，我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敢骗我，我饶不了你。老婆，你说。第一，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就一普通的猪肉贩子啊。还有呢？出租车司机，小区保安。凌霄，你真以为我傻是吧？你如果只是普通人，你能一拳打破家里的防盗门？你要是普通人，能在今天这场晚会现场临危不惧，面对蒋金福的威胁丝毫不慌，直觉告诉我，你不是普通人。这女人难道知道了些什么？告诉我，你是不是逃犯？逃犯？老婆，冤枉啊！我怎么可能会是逃犯呢？如果你不是逃犯，这些年你为什么动作潜藏？一会儿开出租，一会儿去工地，一会儿又卖猪肉。老婆，你真的误会我了。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真的不是逃犯。而且我这么善良的一个人，连只虫子都不忍心踩的人，怎么可能会是逃犯？老婆，你是谍战片看多了吧？你真不是？比珍珠还真。好，那我姑且信你。我再问你，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以后会好好对待欣欣吗？欣欣是我女儿，我当然会好好对待她呀。你发誓？我对天发誓，欣欣是我的女儿，我100%、千分千会好好爱她，保护她，不让她受一点委屈。老婆，你问也问了，我誓也发了，现在你总可以把刀……可我觉得你在骗我。沈望雪，你别太过分了。你说什么？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是吧？老婆，你过分了。你想干什么？你是我老婆，你说我想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就当是被蚊子给咬了。老婆，早点休息。老婆，无论我是什么人，我都是欣欣的父亲，你的丈夫，我会保护好你们母女的。这个家伙。行了，别贫嘴了，我到公司了，你早点回去照顾欣欣吧。听说了没有？公司的10号地项目出问题了。沈总父亲今天一大早就来公司，召集所有董事开会，估计是要找沈总麻烦了。沈总也是可怜，本来接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现在项目出问题，董事会这次开会，估计是要逼宫了。沈总要是出局了，那他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看那帮董事会就是一帮酒囊饭袋，要是没沈总，傲视集团早就破产了。沈总，你父亲跟公司所有的股东都在会议室等你，他们来势汹汹，像是要逼宫。我知道了。还真是难得，平时在公司都见不到几位，今天倒是难得的凑齐了。沈瑶雪，你什么意思？我难道说错了吗？你们股东平时分钱一个比一个积极，上起班来倒是看不到人影。爸，你看看沈瑶雪这什么态度？沈瑶雪，我看你翅膀硬了，敢这么跟我说话？行了，废话少说，有什么话直接开门见山吧。沈傲雪，你知不知道你昨天都干了一些什么？我干什么了？就因为你在慈善晚宴上面得罪了蒋金福，蒋家震怒，下达了对我们傲视集团的封杀令。就因为这件事情，导致很多供应商直接终止跟我们合作。现在公司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闲心情来阴阳我们？情况我都了解了，但我会想办法解决这次危机的。解决这次危机？你拿什么解决这次危机？蒋家是我们当地的龙头企业，他一句话，全省都没人敢跟我们合作。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公司很快就得破产。所以，你们到底想说什么？蒋金福放出消息，只要你去蒋家负荆请罪，做他的女人，他可以给傲视集团一线生机。
如果我不答应呢？那我们将罢免你董事长职位，让你彻底滚出公司。所以，这是你们一致的决定。沈总，大家经营公司这么多年，不能让公司就这么破产啊！是啊，沈总，这些年公司在你的带领下虽然有些起色，但是蒋家财大气粗，我们斗不过他。沈傲雪，你看到了没有？这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你得为这件事情负责。收回我的股份，你们还没这个资格。你别忘了，傲视集团是我母亲一手打造出来的，我手上的股份是我母亲给我的，你还没这个资格赶我出局。沈傲雪，你威胁我？我没有威胁你，我告诉你们，你们怕蒋金福，但我沈傲雪不怕。你别忘了，你只有40%的股份，而我们手里足足持有60%的股份。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现在同意罢免沈傲雪的人，请举手。我看谁敢举手！林霄，你怎么进来了？老婆，有我在，这个老渣渣想欺负你，门儿都没有。沈傲雪，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地？竟然还把这个野男人给带过来，你有没有把我们给放在眼里？爸，你看到了吧？这沈傲雪都把野男人带到公司来了，以后要是再任由他这么下去，我们公司都得改姓。沈傲雪，让他给我滚出去！老东西，上次我就警告过你，要是再欺负我老婆，我弄死你。那你动我一下试试看，你以为我不敢吗？林霄，别冲动。老婆，你别拦着我。林霄，你够了。给我3天时间，3天之内我帮公司找到新的供应商。我为什么要给你这3天时间？40%的股权够吗？如果3天内我没能帮公司找到新的供应商，我不仅引咎辞职，并且那40%的股份都送给你。但是如果我能找到新的供货商，并且达成长期合作的话，我要你们手里面的全部股权。你确定？我确定。好，我给你3天时间，3天后我会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到时候我会邀请各界社会名流参加。如果你没能解决公司危机，你名下的所有资产就将全部归我们所有。我们走。等等，小子，你还想干什么？老杂毛，如果你输了呢？我输不了。别那么自信，如果你输了，那你手上的股份也得无偿赠送给我老婆。你大胆！老杂毛，你不是说你输不了吗？现在怎么又不敢了？好，我跟你赌。谁让你进来的？老婆，我是想帮你。林霄，你能不能不要自为是了？我说过你很多次，你帮不了我，你这样做只会给我带来更大的麻烦。老婆，只要你相信我，我能帮你解决掉所有麻烦。行了，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这些，你先去吧，我还有事要处理。对了，今天晚上我还有个应酬，你不用来接我。那好吧，我先回去了。徐丽丽，我公司遇到点麻烦，可能需要你帮忙，你有空吗？我请你吃个饭。徐丽丽，你说的那个沈傲雪，她真有你说的那么好看？金总，这沈傲雪是我大学同学，当时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当时想追她的人都能排队到巴黎去。那她今晚能陪我睡吗？金总，你有所不知，这沈傲雪的公司近期遇到大麻烦了，如果没人帮她，她公司都得破产。只要金总您徐丽丽，只要我今天能抱得美人归，少不了你的好处。傲雪，好久不见。丽丽，好久不见。对了，傲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腾龙集团的总经理金大福金总。金总，这是我给你说的沈总，我们沈总不仅人美，还是我们市有名的女强人呢。金总您好，久仰大名。好，大人，我马上赶到江北。快备车，我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江北。快掉头，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江北。李总，我们不是要跟跨国集团签订一份100亿订单吗？这个时候赶往江北，100亿订单跟那位相比，连个屁都算不上。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江北市。爹地
怎么还没回来？我好困呢。妈妈在忙工作，待会儿就回来了。欣欣，你先睡，我给妈咪打个电话问一下。呢。尹莎，老大，这么晚了，有什么吩咐吗？帮我调查一下，我老婆今天晚上约了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见的面。好呢，老大，还有其他事情要吩咐吗？还有一件事情，我老婆公司最近遇到了点麻烦，你看能不能在不暴露我身份的情况帮到她？老大，这没问题啊，我们在国内500强的公司就有10几家，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江北来。傲雪，你公司被蒋家打压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但没关系，这些小麻烦金总肯定有办法帮你解决。金总，你说是吧？蒋家不过就是江北的一家本地企业罢了，在江北作威作福还可以，但在我们腾龙集团眼中，狗屁不是。金总，龙腾集团的实力我当然了解，这次我来找您就是想跟贵公司合作。沈总，你先陪金总喝一杯，只要喝高兴了，合作肯定不成问题。那是当然。丽丽，你知道的，我不太喝酒的。要不我以茶代酒。傲雪，我好不容易才把金总约出来，要是扫了他的兴，这合作恐怕就黄了。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就喝一小口，意思意思就行了。喂，老大，嫂子的情况我调查清楚了，嫂子约了一个叫徐丽丽的人，在帝豪 KTV 的308包厢。这个徐丽丽是什么来头？这个徐丽丽是江北有名的交际花，经常游走在上层圈子里面。这个人名声不太好，老大，嫂子跟他待在一块儿恐怕有危险。把地址发给我。傲雪，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没事。徐丽丽干得漂亮。金总，这沈傲雪合你胃口吧？太合我胃口了，这简直太合我胃口了。我金大福见过这么多女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角色。金总，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就不打扰金总您了。老婆，老婆，你醒醒，你醒醒啊！凌霄，你来了。你是谁？谁允许你进来的？王八蛋，动我妻子，你该死！你想干什么？你知道老子是谁吗？你敢打我！你竟然敢打我！来人啊！快给我来人！动老子，给我弄死他！都他妈一起上吧！现在该你了。大哥，我错了，求你饶了我！这女人我不要了，我现在就滚蛋！我的女人也是你能碰的？动我的女人，你就得付出代价！老婆，我们回家。老公，你能留下来吗？我好热。老婆，你
好端端的，你踹我干什么？你这个臭流氓，你都对我干了一些什么？你还好意思说？你看看你都对我做了些什么？都是我干的。除了你，还能有谁？给我滚！妈咪，你起来啦！早餐做好了，快趁热吃。凌霄，你上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讲。好。欣欣，爹地跟妈咪去聊点事情，你要乖乖吃饭哟。那爹地。老婆，你要跟我说什么？凌霄，这里面有500万，拿着这笔钱离开江海。老婆，你在说什么胡话？为什么要拿钱给我？为什么要我离开江海？凌霄，实不相瞒，跟我父亲的3天之约，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如果我被董事会扫地出门，我将会一无所有，这样会连累你。这些天我很感激你照顾我跟欣欣，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好爸爸，但是我对不起你，你跟着我们只会被我连累。老婆，你觉得一个好爸爸，一个好的丈夫，会在家庭危难之际离开你们吗？但你应该没必要卷入进来的，是我连累了你，你现在走还来得及。老婆，一直以来我都希望你能相信我，相信我能保护好你们，夫妻之间就应该同甘共苦，相信我最后一次，好吗？凌霄，谢谢你。沈总，奥氏集团要在今天召开媒体发布会，公布你跟您父亲对赌的结果。如果您跟对赌失败，将会被董事会罢免职。能否询问一下，你是否做足了充足的准备？沈总，如果你对赌失败，接下来你会有什么打算？能怎么办？他的下场当然是扫地出门，一无所有啊！你凭什么说我妈咪？小灾星，你再这么跟我说话，我撕烂你的嘴！你说什么？发布会还没开始，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走吧，我们一起进去。沈总，能说两句吗？哼，爸，沈傲雪这么强的底气，他不会真留了什么后手吧？哼，瓮中之鳖，垂死挣扎罢了。行了，都别说了，先进去吧。诸位，感谢大家百忙当中参加我奥氏集团此次发布的媒体发布会。众所周知，奥氏集团是我跟我的前妻一手打造起来。自从我前妻去世后，公司便交给了我的女儿沈傲雪来管理。但由于她四面树敌，得罪蒋家，再加上经营不当，给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我们董事会经过商议后，一致决定罢免他董事长职位。可他却以手中股权要挟，试图违抗董事会决定，于是便有了这次的对赌协议。沈傲雪，3天之约已到，你说过，如果不能给公司拉来新的供应商，便会自己引咎辞职，交出手上持有的一切股份。新的供应商，你找到了没有？瞧他这样子，现在哪会有供应商跟他合作？沈耀雪，你别硬撑着啊！3天前我们给过你机会，只要你乖乖退出公司，不仅能保留部分股份，还能留下一份体面。现在嘛，什么都没了，很快你就会像只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这沈傲雪真有这么不堪？以前她不是女强人吗？那是被包装的。据说这个沈傲雪私生活混乱，未婚生育，生了一个扫把星，克得沈家倒霉了好几年。沈傲雪，我问你话呢，供应商你找来了没有？我说你这张嘴怎么就这么贱呢？
我再贱能有沈傲雪贱？她从小就不要脸，到处勾搭男人，还生了这么一个野种灾星，这一切都是她罪有应得。你敢打我！再多说，我割了你舌头！沈傲雪，你简直疯了！当众把这野男人带过来就算了，居然还敢动手打人！我老公说的没错，嘴贱就该打。大家快来看啊！这个贱货目中无人，不尊长辈，带着外面野男人作威作福，像这种人就应该被万人唾弃。你们不许说我妈咪，我妈咪才不是这种人！你们欺负妈咪，你们才是坏人！你这个小扫把星还敢乱说话，真以为我不敢教训你？行了行了，沈傲雪，你现在既然没有拉来新的供应商，那么就在这股权转让协议上面签字吧。对不起，我还是让你们失望了。沈傲雪说过的话，我认。沈傲雪，你活该这个下场。沈傲雪，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老婆，谁说我们输定了？沈傲雪，我说你哪来的底气？难道你的底气就是这个废物？沈傲雪，搁江海的人都知道，这野男人不过就是你养的一只小白脸，一个废物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沈傲雪，当着这么媒体跟股东的面，这份协议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林霄，输了就输了，我输得起。未来我们有的是东山再起的机会的。老婆，我说你没输，你就输不了。腾龙集团陈坑升道，九天集团李秋升道，赤水集团张贵升道。腾龙集团、九天集团、赤水集团，我操，这些都是外省的顶级大集团啊！这些大公司的老板怎么都来我们江北这种小地方了？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林霄？陈总、李总、张总，你们怎么来了？你是？我叫沈书山，傲视集团的现任董事长，也是这次媒体发布会的主办方。请问你们到此是？傲视集团的董事长难道不是沈总沈傲雪吗？陈总，你有所不知，沈傲雪能力平庸，职位已经被董事会罢免了。陈总，您这是？你可知道，我们这些人专门是为沈总而来的。什么？陈总、李总，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沈傲雪就是一个贱人，你们为何找她？请问哪位是沈傲雪？沈总？我就是。腾龙集团陈庚生，九天集团李秋生，赤水集团张贵生。拜见沈总。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会对沈耀雪如此恭敬？三位老总，你们这是？沈总，我们受人之托，特意来跟您合作的。跟我合作？是啊，沈总，只要你有需要，我们几家公司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沈总，这是我们3家的诚意，还请您过目。千亿投资，万丰项目开发权，海贸通商权，这太贵重了。傲雪何德何能？沈总，你就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别说是这点东西了，就算是把公司送给您，我也心甘情愿啊。这几个家伙还算懂事。可是无功不受禄，你们总得告诉我是谁吩咐你们这么做的吧？老婆，既然人家这么有诚意，我们就收下吧。难道真的是他安排的这一切？按照我老婆跟你签下的对赌协议，如果我老婆找到了商业合作伙伴，解决公司危机，你们的股权就得如数转让给她。现在该你们签字了。傲雪，我们都是一家人，哪来的你我之分啊？这股权在谁手里，不都是在一家人手里吗？是啊，傲雪，你父亲对你也没恶意，我们都是为了公司好。一家人？好一个一家人！之前你们欺辱我老婆跟我女儿的时候，怎么又不说自己是一家人了？姐，这次我们真的错了，求你饶了我们这一次吧。饶了你？可以啊，只要你们跪在地上磕头认错，并且保证永远不出现在我老婆面前，我们就饶了你们。傲雪，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你非要让我们难堪吗？让你难堪？那你之前让我难堪的时候，可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可是我毕竟是你的父亲。父亲？你这种人不配当我的父亲。在你气死我妈娶这个女人进门的时候，我心里就再也没有你这个父亲了。
沈傲雪，你别太过分了！别忘了是谁把你养这么大的。沈书山，你还要脸吗？这么多年你怎么对我的，怎么对我母亲，怎么对欣欣，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少废话，你到底跪不跪？不跪就赶紧签字。签字？你做梦！沈傲雪，你以为你斗赢了我，你就保住公司了吗？我告诉你，你做梦！你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在媒体发布会之前，我就已经提前把公司所有的股权给卖掉了。哈哈哈哈！沈傲雪，你赢了又能怎么样？沈傲雪，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你吗？因为你跟你那该死的母亲一样，令人作呕。你这个打我！沈书山，你到底把公司卖给谁了？快告诉我！傲雪，这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东西。还要怎么样？卖都卖掉了。告诉我，你卖给谁了？卖给我了。难道傲视集团是被他给收购了？蒋金福怎么来了？蒋金福，你来干什么？今天这里这么热闹，我怎么就不能来了？江少，你终于来了！现在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你可不能不管我。谁跟你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你公司都已经卖给我了，对我而言，你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什么？你说过，你收购傲视集团后还会把公司交给我管理的。江少，你可不能言而无信啊！给我闭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哪怕我说了，那么抱歉，我现在后悔了。是你一直在背后搞的鬼。没错，是我搞的鬼。我明明那么爱你，你却找了那么一个废物跟你结婚。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你把公司还给我。还给你可以啊，只要你答应陪我1个月，傲视集团依旧还是你的公司。哪来的废物，聒噪的很！你竟敢打我！老子打的就是你！给我杀了他！给我杀了他！李潇，谁敢动他一下，试一试！爷爷！林总，你是龙国首富，是我们的老前辈，但这是在江北，你没必要为了一个扫把星跟我们这些小辈计较吧？我林震天纵横商场这么多年，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还从未有人胆敢动我的家人，而你是第一个。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也有资格站在我面前说话？家人？他是沈傲雪跟那个废物生的野种，怎么可能会是你的家人？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沈欣欣她是我的亲孙女，而林霄则是我的亲生儿子。什么？林霄真是林首富的儿子？怎么可能？这个野男人怎么可能会是林首富的儿子？不可能，这不可能是真的！林老，你在开玩笑，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的，对不对？还真是不知死活！来人，把这个不知死活的玩意儿给我抓起来！不可能，这不可能是真的！林兄，林首富是不是你父亲？你告诉我，他跟你到底什么关系？林霄，你跟林老到底什么关系？他说的没错，他确实是我的父亲。完了，全完了！我得罪了林首富，蒋家完了！人，把这个狗东西给我拉出去，废了！除了他之外，还有整个蒋家一个不留。是，林老，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傲雪，救救我！救救我！小兔崽子，这么多年，你总算是承认我是你老子了。老头子，这是看在你还有点良心的份上，不然老子一辈子都不认你。没大没小的，在我面前还敢自称老子！林老，你真是林霄的亲生父亲。哈哈哈哈哈！儿媳妇，你要叫公公。公公，你看看，儿媳妇都比你懂事多了。傲雪，我是你父亲啊，求求你原谅我。是啊，傲雪，我们可是你的家人啊！求求你饶
姐，求求念在姐妹一场的份上，不要跟我们一般计较。你要是不管我们，我们可就什么都没有了，自作孽不可活。宝贝女儿，我们回家。